中国菜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与发展，因各地饮食习惯和食物条件不同，形成了不同的风味及不同的菜系。常说八大菜系：鲁菜、川菜、粤菜、闽菜、苏菜、浙菜、皖菜和湘菜。第一种。鲁菜，鲁菜是山东菜简称。鲁菜由济南、胶东地区的地方菜组成，它又可分为齐鲁风味菜、胶东风味菜和孔府菜三种。齐鲁风味以济南菜为代表，以清香、咸鲜浓油赤酱而著称。第二种川菜，它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据史书记载，起源于巴国和蜀国。川菜口味清鲜，醇浓并重，以善用麻辣著称，带有独特的味觉体验。鱼香、家常、怪味、麻辣等20多种风味各异的复合味型，构成了川菜的独特味道。第三种粤菜即广东菜，广东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。当时广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，使得广东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移民。其次，粤菜以清淡鲜美为主，强调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，少用重油、重盐、重糖。还有其他的菜系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广东菜和四川菜在美国这么的流行吗？可以追溯到多个历史和社会因素。19世纪中叶，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，如台山、开平等地许多广东人移民到美国，主要是为了参与加州淘金热和修建横贯大陆铁路。这些早期移民带来了广东的饮食文化，在美国开设了早期的中餐馆。早在1832年，美国国会突然收到了一位美国商人递交的提案。这个提案主张修建一条连接美国西海岸与东海岸的铁路线。该文主张修建一条从密歇根湖到俄勒冈州的跨大陆铁路。1862年，太平洋铁路法案于5月6日通过参议院，6月20日由林肯总统签署。1863年1月8日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破土动工。法案规定，分别从西部的萨克拉门托和东部的奥马哈开始，两头并进修筑铁路，预计14年完成。由当时铁路界的2家大公司，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来分担。影响美国历史的太平洋铁路工程开始了。很快50名华工被招到了铁路工地上，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。这些华工虽然语言不通，但他们的工作效率却出奇的高。他们使用锹镐手推车平整路基，沿着测量好的路线砍伐树木、填挖土方、铺设铁轨和使用炸药等全方面的工作。老板们喜出望外，很快大量的中文招工启事贴满了美国西部的大街小巷。到了1863年，加州已经有了大约5万名华人华工的出现。华工的出现给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带来了新的希望。最后，通过华工们勤劳朴素的特质和勤苦耐劳的精神，辛勤劳作的华工们也付出了巨大而沉痛的代价。而由于华工们的参与，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线得以提前几年完成。1869年5月10号，东西铁路在犹他州的普洛芒特略峰对接。1840年，随着鸦片战争爆发，早已没落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的赔款，不断地增加赋税。沉重的负担将那些早已连饭都吃不饱的中国老百姓彻底压垮了。就在这时，淘金热席卷全球，世界各地的淘金客背井离乡来到旧金山，而这其中就包括525名华人矿工。尤其是在广东3邑、4邑地区。3邑、4邑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侨乡，是19世纪中后期赴美华工的主要输出地，也就是如今的广东省江门市。出于贫困和机会的驱使，他们前往离家更远的地方。
出洋谋生成了他们唯一打工的渠道。他们登上前往大洋彼岸的帆船。当年中国的淘金客就是乘坐这样的3桅帆船，孤身一人，相隔万里出海前往美国的。当这群中国的淘金客走下船时，眼前是一片他们从未见过的景象。当时的旧金山还只是一个小城镇，到处是临时搭建的房子和帐篷。但就在发现金矿后的短短1年时间里，这里先后涌入了8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客，人口翻了20倍，很多华人也卷入了淘金的大潮。然而金矿毕竟有限，但他们必须为了生存而奋斗，驻扎在这个蛮荒的边疆地带。来到此处的华人将这里称为金山。在这些最早来到美国的华人移民中，有一位年轻的渔民名叫陈明。1847年就到了旧金山，他像很多人一样来这里寻找财富。起初加州金矿很好采，在亚美利加河河床上轻易就找到沙金，陈明很快就发了大财。随后他又给同乡捎去口信，去加州能发财的消息很快被传播。淘金热使得无数人变卖田地、耕牛来换取前往美国的船票，没钱的则会和中间人签下契约劳工，抵美后打工还钱。那些淘金者是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大类大规模的亚洲移民，但是华人抱团的精神使得他们迅速站稳脚跟，并在旧金山建立了同乡会馆。陈明也开启了自己的餐厅。但是大部分普通淘金者并没有那么幸运，很多人堕入了两难的境地，如果他们回国就无法养家，所以只能选择留下来，独自面对与家人分离的寂寥。他们吃尽苦头，偿还完路费后，华工们经过长年累月的拼命劳动，终于得到了回报。他们开始在旧金山从事开启了餐馆和其他营生。从淘金热一开始，中国餐馆就因为价格实惠、菜肴美味而吸引了很多淘金者，不管是白人还是中国人都愿意光顾，而这批人也成为了中餐在美国生根的种子。今天的旧金山唐人街所在地和150年前无异。你看看这些店铺，他们祖辈的照片都挂在墙上，其背后蕴藏的是近100年来华人移民身不由己的辛酸。后来，随着中国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，中餐馆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。当年的中餐馆都是提供普通的粤菜，诸如叉烧、咸蛋、各式米粥等。中餐真正的在美国被普罗大众接受并认可。直到20世纪60、70年代，川菜才逐渐进入美国。川菜虽然经过了改良，但是大体上还是保留了川菜的原汁原味。改良后的川菜餐厅及其实惠的价格，就能尝到适宜西方人饮食习惯的美味中餐。这一点倒是和我们前文提到的淘金热时期的实惠十分相像。综上所述，川菜和粤菜不仅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瑰宝，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赞，谢谢大家。